2025年太阳上升在水象星座，也就是巨蟹、天蝎、双鱼的人呢，财富在暗处流动，走的是暗财运。这代表几种情况啊？一种是有尚未被水象星座人彻底开发出来的一些发财路径，在明年会被你们挖掘出来、显化出来。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正常做了自己的工作，结果明年就有人问你，哎，愿不愿意过来跟着我干啊，跟我合作之类的，或者开发一个新的东西，是你现在想不到的一些机遇和机会，或者说你明年需要去另开炉灶。所以呢，明年财富密码1就是觉察。对于找过来的一些人士呢，要保持直觉和洞察，因为机会可能就藏在这个当中。那情况2呢，就是稍微有点复杂啊。这个暗财的暗，它指的是利益好处当中会有一些腥风血雨啦，有暗中的斗争啊、竞争啊，甚至不正当的那种竞争，或者是有互相的算计，故意的一个影响你啊，给你使绊子，给你穿小鞋，爆你的黑料等等的。这也是水象星座明年财富当中的其中一种情况。所以呢，你们的财富密码2就是保护。像游戏里面说的，就保护我方水晶啊，一定要让自己树立一个界域，就是到了这个阈值里面呢，就可以让自己不受外界的一个侵扰和侵害。这也意味着巨蟹、天蝎、双鱼从现在起就要特别注重去清理净化你自己的身体啦，你所在的空间啊，以及你的思想啊、你的情绪啊，定期的去给自己做一个清理，起码1个月一清扫啊。我之前给大家出过满月清理步骤的内容，水象星座呢，我是比较建议你们明年每1个月在满月期间都给自己做一个清理，会旺你们的财运和整体的一个能量行运啊。另外也可以去防小人，同时呢，你们对于去到的场所结交的人也要有所选择，尽量避免去一些很暗的、很闹的、场能相对来说比较乱的地方，以及接触比较负能量或者是不是很轻易能够去识别的人。如果去了那种不太好的场所回来呢，自己拿这种鼠尾草啦，或者是艾草啊，或者是魔法精油啊，给自己熏一熏、涂一涂，再进家门。明年一定要给自己去建立防御的机制啊，也避免与人有这种财务的借贷往来，包括啊，就是很轻易的被别人拿住这个把柄，不要太轻易的去相信别人。下一种财富情况呢，这个暗财暗指的是要往深入的、暗中的去研究和探究，就是废寝忘食、不眠不休的去投入其中。所以呢，水象星座明年比起学一个新的东西，投入回报比更大的是深入研究你已经有所了解、有所涉猎的东西，起码这个东西你是知道一点的，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那明年你想要收入更多、收获更大，你就要更深邃的去研究它，去升华你在这个行业领域或者是专业方面的一个实力。它是一种内功，是有别于他人的一种底蕴。虽然说在短期之内可能不能显化出来什么区别，但是呢，长期就能看出不一样。水象你就会发现你无法再低调，你势必会受到瞩目，因为你是实力派，尤其是在下半年。所以呢，水象的财富密码3就是争夺。总是惯性不争不抢的水象星座呢，25年会树立争夺意识。不过呢，上下半年的一个争的方式是不同的。上半年你们要稍微查一点，就是背地里去争和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是避免台面上的这种对刚。而下半年你们要公开的去争夺，把你所拥有的或者是你准备筹备好的一些东西去向外展示，去跟他人去争。只要你争，你就有赢的一个机会。要有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绝不能够拱手让人的决心。另外呢，水象人明年财富好运会比较高频的出现在跟地产、房屋、母婴、孩子、教育、金融、生物、化学、医类啊、药类啊、身心灵啊、艺术啊、影视电影啊、能源啊、再生啊、公务体制系统，还有跟女性非常相关，以及一些幕后的灰色的不那么能够见得了光上得了台面的一些行业啊，这里不太好说，那懂的都懂。那要祝所有的巨蟹、天蝎、双鱼25年发财大吉。我是艾达范老师，用心理心学让生活更好，下期见，拜拜。